你好，您好。我们是元阳分局的，请问一下罗英子在吗？啊，您稍等。哎，罗律师，二位警官找您。啊，什么事儿？罗英子你好。啊，您好。我们是元阳分局的，有人举报你涉嫌贷款诈骗，请你配合调查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诈骗？你们搞清楚了吗？有证据吗？请你过去就是为了配合调查，配合工作，谢谢。好，我会去配合你们的调查。师姐，你不用担心，我把这边搞清楚之后，我会跟你联系。嗯，好。走吧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小孙，帮我找一下秋华，我委托他当我的律师了。好。罗英子，我们接到报案，你和你的丈夫涉嫌诈骗，说说怎么回事吧。警察同志，我是律师，我也懂法。不是我和我的丈夫涉嫌诈骗，是我丈夫他自己涉嫌诈骗。我丈夫诈骗银行贷款这件事儿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就他的诈骗行为，我前几天已经跟警方报警，你们可以去核实了解一下。我还没有把话说完，不好意思。因为我报案了，银行没有办法拍卖房子，收回他们的贷款，所以他们急了，就把我给告了。我说完了。你还是端正态度，冷静想一下吧。银行不光提供了物证，还有证人。有证人就叫他出来见一面，我们一起对质。不能只听他一面之词，对吧？我要见我的律师，这是我的法定权利。帮他联系一下。硕哥，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跟客户谈事儿呢。刚才良辰所来人说我姐被抓走了。说因为什么了吗？银行诈骗，搞不好已经被刑事拘留了。我跟你一块儿。不用。进，王经理，又是我。你来干什么呀？我来给你邀功。邀什么功？能坐吧？坐。这罗英子呢，不是举报她老公敲诈吗？上次你跟我说是夫妻合谋，我还有点不相信这事儿，对吧？但后来呢，我仔细的琢磨了一下，我觉得王经理你说的有道理啊，真的。所以我就把这个消息呢，有一搭无一搭的跟我这公安口的同学悄悄的透露了一下。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罗英子今儿被抓了。哎呦，你也使这招啊？哎，还谁使这招了？哎呀，不瞒你说，我们也向公安报案了。这不是英雄所见略同吗？哎，这可不是英雄所见略同，别忘了，这招还是你给我们出的。王经理又来了。你看现在情况是这样，银行报案了，罗英子被抓了。那咱就把这事儿给凿实了呗。咱找证据。这证据我们有啊，当时她就是跟她丈夫一起来的呀。那不会，
她跟她丈夫一起来，然后还报案去，她傻吗？哎呀，我们管不了那么多，反正啊，她丈夫说的当时就是她。嗯，王经理，这事儿以前你不管可以，但现在银行报案，那就上升到了法律的层面，你就得管了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是说方便啊，如果您方便的话，您把这手头上的证据您给我瞧一眼。我是律师，啊，我帮你把关，咱看看能不能。哎呀，行不行嘛，王经理？反正那个刘明说那女的是他老婆。咱得严谨点儿，到底是还是不是？因为你是经办人，将来要上法庭作证，你是这种口吻的话，会有问题。那怎么办呀？这时间过得这么久了。材料借我看一下。啊，行，都在这儿。啊。当天没有监控录像。没有。什么事儿？方律师，所里出现这么大的事儿，需要马上召集所有合伙人开个紧急会议。出多大的事儿？哎，方律师，您不能因为收了他高额的代理费就袒护他吧？啊，一个律师被抓，那对我们律所的影响那是非常大的。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什么叫我袒护他？我是他的律师，不假。但是拘留的事情和我有关系吗？那就需要马上召集合伙人开紧急会议，来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对律所的影响。想开就开吧。陶主任，你召开所有人开会啊。夏叔他不用参加。走吧。韩主任，留步。我等着要开会呢。我劝您最好还是留一步。什么事儿？这事儿又是您撺掇的吧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在您手底下工作这么长时间，我对您的为人很清楚。他犯罪，跟我的为人有什么关系？他犯不犯罪现在还不清楚，但您性骚扰是真的。你什么意思？别怪我没提醒您了。一会儿合伙人会上，您要是敢害我一次，我就把我手机上的东西公开出来。觉得拿住我了是吧？你公开，只要你不要脸。我没做不要脸的事儿，做不要脸的事儿是您。我劝您别逼我走那一步。陈律师，借一步说话好吧？真没有监控录像啊？没有吗？作为律师，我提醒你啊，藏匿和销毁证据，这是犯罪行为。王经理让我销毁的，我没敢。能给我看看吗？挺好的，麻烦你们了。没事。饮料。我们用的是我上次让你签的空白委托书，你没意见吧？没意见。那现在我和秋华就是你这个案子的律师了，代理费1块钱。
等你出去交上。谢谢。据我们了解呢，是银行方面报的案。对。那现在当务之急呢，我们要证明你和这件事情没关系，所以你要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线索。方律师，我在想，我们之前不是去过银行吗？那个文件上面的签字我们都看过了，我可以配合做笔迹鉴定。如果我们能调出银行的这些文件，只要做了笔迹鉴定，一对照，那一切就一目了然了。是，这个没错，我们也会马上向警方提出来的。但是英子，你要知道，这个笔迹鉴定，它是要有过程、有时间的，我们等不了。所以呢，你要提供一笔有力的证据才可以。另外，我在警方那儿听说他们有证据。我也听他们说了，但是他们所说那些证源什么的，我觉得也就是刘明的父母，那肯定也是伪证。那咱们就不用担心了。方律师，可不可以现在给我取保候审？我不能在这里面待着。我妈妈已经在床上躺着了，我爸爸要是联系不到我，他万一情绪上有什么波动，你先别着急，取保候审的事儿我们会提出来的。叔叔阿姨那边我来瞒着，你就别担心了啊。秋华，谢谢你，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对了，方律师，上次咱们去银行的时候，那个王经理说监控录像坏了，但我觉得他们一定有监控。肯定有，但是你放心，他不会给我们的。英子，要不我们去找一趟陈硕吧？毕竟他是银行的代理律师，他能不能帮咱们拿到监控啊？他要是能帮我，那真的就太好了。我怀疑这次把我弄进来就是他的主意。英子，你也别怨他，别忘了他也是个律师，保护当事人的利益是应该的。咱们再想别的办法，别着急。你应该就是温丽。看什么呢？不吃饭？没有，没看什么。喂。哦，行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你干嘛去啊？秋丽，找我有事儿？罗英子被警察带走了，你不知道啊？不知道啊，这么正义的人也能犯事儿啊？他怎么了？他？不用说，我知道了。上大街上维护正义，被抓起来了啊！他是被你的当事人民商银行举报的，你不知道？呸！民商银行，我真不知道这事儿这么严重啊！告诉什么呀？这主意不是你出的吗？不是啊，我不相信民商银行自己能想出这么下作的招来。那你这么说，就是我很下作呗，是吗？有意陷害，是够下作的。陈律师，识人之路，忠人之事是应该的，但是有意诬陷、陷害自己的同行，可就没底线了。罗英子的母亲已经昏迷很久了，现在他们家就靠他父亲一个人。如果他再出事了，他们家就完了。秋丽，咱们都是律师，你什么时候改行去做了情感类作家？他家里生活很困难是吧？需不需要捐款啊？用吗？故意诬陷同行，于心何忍？哼，他不算是同行，在这个案子里边，他分明就是涉案人。罗英子是被她丈夫陷害的，她是清白的，这一点你心里应该很清楚。她现在被拘留了，如果不能证明她的清白，将来能不能定罪且不论，她的律师资格肯定就没了。你们俩虽然成天斗嘴，但我看得出来你对她是欣赏的。万一她真的进去了，或者被吊销了律师资格，你的良心真的不会痛吗？他怎么叫我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是著名的陈无良。
我跟你说，做律师呢，我就只有一个信念：赢。骗银行的贷款是刘明一个人干的，跟罗英子没有关系。当时银行肯定有监控录像，我恳请你，能不能帮我们找一找？什么意思啊？让我出卖我的当事人啊？这么说你不肯帮忙了？对不起，我是一个非常有职业操守的律师，我爱莫能助。怪不得罗英子成天叫你陈无良，我今天算是见识了。等一下，给你打听个人啊。我没那闲工夫。一句话的事儿。你们所是不是有一女的呀？是刚一转职业就成了合伙人吧？叫什么来着？夏叔，怎么了？你问他干嘛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没关系，我就是突然想起来，我们所也有这么一号啊，也是刚转职业就成了合伙人。而且我还听说吧，我们所这位的父亲呢，是你们所那位的父亲所提拔的。随口一问，随口一问。莫名其妙。哎，夏叔，你在大政所有认识的人是吧？哦，对，马健，我们一个院长大的。这马健的父亲是你父亲提拔起来的？哦，他爸一直在我爸手下做事儿，后来我爸当了发改委主任以后，就把他爸提拔成处长了，然后就把他推荐到京北来了。哦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刚才不是去找陈硕吗？他不肯帮忙。但是他有意无意地提起了这个马健，挺奇怪的，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。要不，你跑一趟打听打听啊？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去。你好，我找马坚律师。啊，稍等。哎，大叔，哎，陈律师在楼上等你，那个我带你上去。啊？马叔身体怎么样？还相当好啊，前两天还一起打那个球，贼帅。到了。啊。请进。薛律师，夏律师找陈律师有点事儿。那个陈律师，哎呦，陈律师刚出去。啊，那这样吧，你坐这等他一会儿，他应该很快就回来。啊，行，那我等他一会儿。好。哎，马健，吃饭了？我正准备去呢。等我，咱俩一块儿去。行，你先坐着啊。哎，夏律师啊，这陈律师的电脑上有好多重要的资料，咱就别啊。行啊。这个视频哪里搞的？方伟，您一定要知道吗？我可以不知道。来，立刻交给警方。好的。干得漂亮啊！
我当时就是太紧张了，要不然我把所有的资料都拷